手作森林陪伴你的手作日常，欢迎来到森林小秘境。呱呱呱呱呱！大家猜猜看，我们今天出现的是什么动物哦？然后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我们好毛手作的主理人 Yui。こんにちは。他是好毛手作是吗？对啊，我们先请 Yui 跟大家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Yui， 然后我的品牌是好毛手作。目前已经创立快要2年了。然后我的作品主要都是以食物做发想，然后结合现在最流行这个簇绒 Tufty， 然后结合在包包上面，然后希望带给大家就是满满的疗愈感，就是毛绒的东西，然后可爱的东西，其实它可以也有很实用的功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所有东西都是毛的吗？对啊，我就坚持什么东西都要加毛。就曾经有客人问我说：“你的吐司包包有没有蛋的？”我说：“不好意思，没有。”所以他想要一个空白的吐司。对，他想因为空白它没有毛，对，那你就帮他做个发霉长毛啊。发霉的目前没有毛没有，我很好奇，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作品，他那个毛啊是怎么做的啊？就是簇绒，它其实就是搓搓什么叫绣，簇绒？它就叫搓搓绣。白话一点就是毛那簇绒线刺绣。怎么写？簇绒，花团锦簇的簇，绒毛的绒。好难哦。簇就是有点这个字义，就是有点像很多。哦，所以它就是那个毛是你用毛线做的。对，它毛线搓出来就是，它原理就是毛线刺绣，然后透过布料跟布料的经纬线，把毛线停留在那个中间的孔隙里，所以它就会满满的这样子。然后它就是一圈一圈的毛线圈嘛，那剪开就会更毛绒。所以它其实是跟现在很流行的那个俄罗斯刺绣是类似的做法。对，它有很多名字，簇绒、俄罗斯刺绣、搓搓绣，还有都是同一个东西，就对，其实同一个其实东西。把它先搓成一个有点像裁片做好，然后再去跟布料做结合。哦，那就跟那个 slash 一样。那它这上面这个是鲑鱼卵还是明太子啊？鲑鱼卵哦，明太子可能更小颗啦。你有看到这个吗？我有看它到这个啊这个是羊毛毡诶，对，羊毛毡。所以你一颗一颗搓的。其实我这个也是有第1版、第2版。像我这个原本这个鲑鱼、这个虾的部分，我本来是一样用毛线，但我就发现它这样会整个糊在一起，就是没有立体感。对，我觉得要有一点材质的不同的，所以我就加了羊毛毡，就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但是我现在这样看，我真的觉得我非常佩服的地方是它对渐层色的那个处理，就是羊毛毡上面那个渐层色的处理，我觉得非常的精辟。像那个小黄瓜啊，跟那个蟹肉棒，因为我觉得它的还是虾子下面的那个布也很好看。上面的那个渐层处理，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耶。对，就是因为我就会觉得要有一种拟真的感觉。真的是很拟真。那它这个嘞，它这个布是不是帆布啊？算是一般棉布，你摸看，就是不能太厚。很所以我觉得像那种这里面有做贴衬的处理嘛，所以才会这么的挺。蛮可爱的，真的是很可爱。大家如果有兴趣啊，我们会把他的 IG 对，因为放在对他资讯这个包我刚刚参看到也考一下很喜欢，但是我有一点不知道它要怎么洗。你说如果他的白饭脏掉的话对，跟荷包蛋脏掉的话，就是慢慢小刷子刷。对，就是我如果买的话，都有附一个清洁的说明。它这种材质就是它背后啊，做完之后都会上一种叫地毯胶。然后那种喷的吗？不是，是液态的，它是有点液态，但它其实是很黏。因为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东西去定住它。对对，其实你可以用很多东西粘白胶啦，但它摸起来不会硬硬啊。对，因为它背面啊，它是上在背面，对，它上在背面，它不会上正面。你去看你家的地毯就知道了，有些地毯背面就是就是有点像有粘过的那个痕迹的，它就是大概这样子。好专业的话题哦。对啊，这个专业大家有要了解这么专业的东西吗？就是大家有玩过搓搓绣，因为我们 YouTube 上面也有嘛。对，搓搓绣就是搓下去，那个线是不会断的，所以你如果没有上胶，就是一拉就整个掉，就会这样子。蛮可爱的。对啊，没有，而且我发现啊，它那个吐司啊，它真的是上面比较宽，下面比较窄。
不是一个方形就是山形吐司的一个做法，对啊很可爱反正这是一种山形吐司，对不对？它就不是四方形的。大家应该会觉得想说，诶，这个人今天怎么好像角色不一样了？他不是平常也出现在我们店里面呢？没错，就是优异除了是我们的工作伙伴之外啊，他现在就是非常努力的在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邀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就是关于经营个人品牌的这个心路历程，或者是说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扰，来聊聊看你的学经历好了。你是科班出身的吗？本身是学什么的啊？对，我是算是一路以来都是服装科啊，或是时尚造型科啊，就是都跟包包啊、衣服啊、鞋子、配件这些东西是相关的，就会一直持续的接触到纺织品这个东西。纺织品，对，就是变成高中的时候就是服装科嘛，讲比较大范围的科系就是服装科，服装科，服装科就会接触到缝纫、踩车子、车缝这样子。那我是到大学之后开始读时尚造型设计，那他就是用这个缝纫的基础，然后可能去学包包啊、做皮革啊、做鞋子啊、做精工啊，就是我觉得学习一个东西就是这样，你有一个这个基础的底之后，你可以再去学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加入，就是用旧有的经验帮助你去学习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加成的效果。但我很好奇，你是以前就很喜欢服装才去念的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其实我觉得最开始不是学习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对这个东西很一头热，然后你决定开始学，但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挫折的时候，那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我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吗？还是说我其实没那么喜欢？但我觉得总是要跨过那一个很折磨的那个挫折期之后，得到那个东西你会很确定你就是喜欢这东西，你会坚持这个东西很久。所以你是确定喜欢？我现在确定喜欢，好感人哦，找到自己的热情所以你爸妈都很赞成，他们一直都很赞成，超感人的。而且当初其实我原本想要读是广告设计科，因为想画画，想学画画，其实也蛮适合你的。对，但是我那时候是我妈妈很坚持要我读服装科，是妈妈的坚持她跟我说她讲了一个说服我的理由，她就说学服装这种东西，就是你以后出社会想要再去学，你需要花很多的钱。就是你要花学校的资源，其实对应该好好的使用。对，他说比起广告设计科，他觉得啦，所以我就被说服。好想认识你妈，是真的好棒，你知道吗？我以前就是想要前面学烘焙的时候，妈妈跟你妈妈是相反。她说这个东西你可以出社会之后再当成兴趣。通常都是这样说。对，我们可能我们年代稍微有点不一样，可能是我们对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子，他们会觉得说你现在去学这个东西，出社会可能对找工作并没有帮助，所以他宁愿你去念一些可能商业的东西，然后到你毕业之后再把这个当做兴趣来学，可能会更好。对啊，所以我也很好奇说，像你们这样服装设计科，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光鲜亮丽的一个科系的名字哦。你们毕业出来之后是好找工作的吗？我觉得我也这样讲不知道就是对不对。但是就现在服装产业来讲，就是大家都说是夕阳产业，然后其实虽然很缺工，但是大部分的人不愿意进入这个产业，就是薪水很低，然后需要的经验，就是你虽然是如果你是往设计师、服装设计师想发展，你一定要从设计助理开始做起。那设计助理其实就是一个很杂的工作内容，就是你必须要包罗万象，对，然后薪水又很低。那如果就是设计公司又在台北这种地方，你可能就要租房，或者是就会变成你没有办法支持你的薪水没有办法支持你想做这件事。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那我就放弃。所以其实我的同学、大学同学、高中同学，有持续还在做这个产业的人，真的手指头数得出来。真的，我觉得不光是服装产业哦，其实台湾的纺织业，我觉得整体大概现在都已经遇到这样子的困境，就是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人才想要往这方面投注心力。那可能那些比较传统的纺织产业，他也没有办法投注这么大量的金钱在培养这个人才上面，所以我觉得我就很好奇啊，就是这样到底出来可以做什么这样。所以你有做过本身的工作经历是什么？我在来这里之前啦，对，我以前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
包包打版师，包包打版师还蛮好玩的感觉啊。算是比听起来很较有趣也是算是传统产业。但是因为打版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做的工作的部分是前端发想部分，我喜欢做开创的东西。那如果叫我车缝，我可能没有那么有兴趣，我可能还是会车，但我比较喜欢做发想的，所以那时候做打版就还蛮开心，就设计师图稿给我们，我们去把它实现，从平面的东西变成立体的东西。对，那但是还是传统产业，就是你会发现设计这东西最后就是很像，然后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动。那我们就是跟着每一季要推的东西去做，这样子。那还是会有一个倦怠期，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说，我还要持续做这个工作吗？这样子。所以包包打版师，不光是包包好了，打版师跟设计师其实是不一样的工作内容。对，其实他没有办法同一个人来完成，会有一点太多东西了，所以大部分是分成设计师设计完，然后由打版师去打版。那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很重要，两个要去沟通协调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设计师他是想这样子，但实际上我们在打版的时候会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东西叠过来，这样会不会太厚，或是一些工法的问题，就需要做很多小样去给设计师，就说你是要这样翻吗？确定吗？材质是这样吗？但我觉得这个沟通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就这样反反复复之后就变出一个包，就是很好玩的。就是成就感来源在于做好了一个包。对，就是一个从零，我就很喜欢那个从零到有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完全掌控这件事，可是控制狂的部分。控制狂。我还有一份工作是在画室，画室，那一间画室非常特别，它是一间儿童画室，然后因为我本身没有什么画画的，不是那种科班出来，所以我对我自己画画很没有自信。但是我在那里，我觉得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就是我甚至没有想过我会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就会做这样子的一份工作。在画室里面是负责做什么的？一开始就是备课老师，就是上课前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然后处理一些行政的事务。到后来就开始有带班，就是教小朋友，那年纪大概就是4岁上下，中班到4岁这样子，到小一。那他们的，我觉得他们东西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对于传统那种画室，就是比如说素描、水彩啊这种比较简单的素材，然后给你一张纸，然后我们今天就在上面画东西。但那一间画室，它就是用很多不一样的复合的媒材。我在那里学到的很多的经验，就是说什么材质都可以拿来创作，感受颜色的变化，感受材质的混合，而不是今天我跟你说好，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画狮子，就要把狮子画得多像。我觉得那个就是小朋友不需要这个东西，小朋友不需要这些框架，所以他其实是比较注重在创作上面，而不是画画的所谓画画技巧这样。就是完全就是一直在画石膏像，一直画美术系吗？对，就是他们以前传统的画室就是这样子，就是正方形啊。难怪他对小孩超级有办法其实你就是跟他玩，你一直问他问题，你不要想着要跟他聊什么，他就乱答你也乱问，真的真的吗？他慢慢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好像有点有趣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标准的创作人呢，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射手座的创作人，乱问，对，他可以随便问你，回问你一些，就是对。你要解释一下0到100。0到100，因为 Yui 在我们的店里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我只觉得他就是有时候就是完全就不太讲话，就冷冷的，然后可能会回你一句 Vicky 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之类的。但他有时候会非常嗨，就是嗨到已经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把那个他开关关掉。对，我没有极端值，我那时候刚开始创业是完全放掉工作，我纯创业，但到后来觉得所以你爸妈也支持。对啊，你当初成立这个个人品牌的动机是什么啊？很大一个感觉是我虽然在那个画室工作的非常快乐，但是我被那些老师们感染，他们在就是他们都是本科生，然后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准备教案的时候，都眼睛是闪着光的，就是
他们真的很热爱这份工作，我当然也很热爱，但我就会觉得我心底就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说，我其实超喜欢缝纫，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这样在我自己的领域上非常投入，所以我就决定，我就不如就现在开始吧。那时候刚好遇到我想疫情，哭好容易感动出来。好想哭哦。遇到疫情就会让你觉得说，这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的，我们想到做什么事，我们应该就马上去做。怎么开始流泪了？马上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学拼补的，但是以前我在缝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一边上班，然后我同事就跟我讲，他看到我的眼睛是闪闪发亮的，就是那个非常有让人家同样的感觉，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就是最适合。天啊，流泪怎么办？我们有卫生纸，你拿卫生纸，不可能啦！我觉得每个人很有感他都有很有感最适合觉。他的地方，如果他放在对的地方，他就会发光发热，这是我一直相信的。天哪！所以你来这边是对的。真的是谈心事对啊，因哎。为你看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做一些短影音啊，还有一些就是发想的东西非常多，就是完全是自由创意发挥，真的是非常的自由。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以讲一下从就是决定就是这个中间的挣扎期，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就是开始创业啦，你就是决定要创业，看起来很光鲜亮丽。我那时候很多朋友都会私讯我说好厉害好强，你有自己的品牌耶，然后我就会觉得开了一家店什么的，我就是多穷，真的很穷就是穷到很可怕。就是要很精算你这个礼拜的伙食费啊什么的。哇塞！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卖掉嘛，所以等于说就是会有一些囤货跟一些压力在。没错，我那时候就是已经压力大到我觉得不行，这样已经会整个失焦，因为你会一直专注在你要如何赚钱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真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那这样是不是还是回去上班比较好？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挣扎期。那我后来就是决定让自己放慢脚步，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来手作森林，然后就想说，那我就先做一个兼职好了。然后我在这边也大概一年多快2年，到最后就是中间就是经历就是每个月时间塞爆，就是你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你就是上班下班之后就开始做自己的东西，然后假日有去摆摊，你根本没有休息。就6日是不可能休的，然后一直持续这样子1年半的时间，才差不多觉得好像可以，可能是因为手作森林我们开始有一些新的企划，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产业，那我在这边会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以后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当做一些自己的对，那既然有这个养分，其实就是何不试看看呢？也许不会更糟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把很多事情想的那么死，或是那么可怕。我们就是直接做出改变。那如果不行，我们再做调整。就是我的心情是这样，可能射手座就是很觉得都可以啊，是啊，我们就来做看嘛。这种是一个非常勇于闯荡的一个年轻人，我可以这样说。我常常在旁边看，想说哇，这个人怎么可以有用不完的精力啊？而且有时候你告诉他一个你自己晚上还想很久的事情，然后跟他讲，然后他就说眼神来做啊，干嘛不要？怕什么？就来做啊，试试看嘛。常常最听到的话就是试试看嘛，有什么关系？就来做啊，然后就站起来了。真的没错，因为你不做怎么知道？真的，对，真的，我觉得这是职场上其实是很需要这样子的伙伴的。对啊，你看这个，让大家发挥环境的地方有多棒。没错，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当初是怎么决定你的产品定位呢？你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产品？那你想要卖给什么样子的客人啊？我觉得创作者一开始一定会很挣扎，就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形式让大家认识我？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要一个可持续的主题。可持续的素材组合，就是可以稳定输出，你才可以一直持续不断的创作。那我那时候也是，那时候市集很新兴嘛，到处都有市集，算是一个很火热的状态。然后我就有去逛很多市集，那我发现很多的布制品都是拿印花布直接去做成作品。那我觉得这样就是会比较没有个人辨识度，会被那个印花布给受限了，被框住。
那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很没办法被框住的人，脱缰的野马。对，我就觉得我不要，完全拉不回来。对，我觉得我不要跟别人一样啊，我才不要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因为速溶这个东西，那时候刚起来，开始你知道，就是很多地毯的店，做地毯的店起来。然后我那时候就直接自学，就 YouTube 看一看，就自己买枪，然后就这样做一做。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搓起来的感觉，一球一球的，很像白饭。哦，所以你是因为搓完之后太饿了，太穷了，我每天搓好想吃白饭。那时候还没有穷，还没开始，对，就是搓发现，很像白饭呢。那不然我来加一点什么，加一点什么，哦，对，然后就变成这样了。那就是搓发现，好像需要一些块状的效果所以我才加入羊毛毡。那我很好奇，你在搓的时候通常在干嘛？你说脑中在想什么？就是你除了搓以外，你就是只有搓那个动作吗？对啊，不然你要同时吃泡面，好厉害！吃两口然后搓广播好厉害，看电视啊。像我做电视可能没有办法吧，就这样子一根针都掉到地上听得见我会你会做一些别的事情你会很专。但是其实我专注，但是我有听到一个声音，但是其实我不一定听得进去，那种感觉。我的创作仪式感就是，我一定要放一个声音在旁边，比如说音乐，我很想听的音乐，或者是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反正就是要有一个声音陪我，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如果没有放音乐，我就会，因为我觉得创作人都是这样，一定会很焦虑，所以你没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你一定会乱想，或者是你想到什么，你就会想要做什么。所以你反而没办法聚焦在手上的东西，对，是。那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作品？我很想看，很想知道。例如说握寿司啊，我觉得握寿司可以耶，因为鳗鱼上面有鳗鱼，下面有饭嘛。对，有人会想把鳗鱼饭背在身上吗？很喜欢吃鳗鱼饭啊，因为这个寿司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就是因为圆圆的，然后非常色彩很多。可是鳗鱼饭就会是一个咖啡色的东西跟一个黑色的饭盒。对。没关系啊，这个烦恼我们交给这个创作者自己去解决。他的新的作品。对啊，工商时间，紧急事件！即日起购买6900元的机缝养成班课程，就送价值9600元的缝纫机耶！买6900就送9600，这也太扯了吧！优惠直到10月13售完为止哦。那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去逛很多市集，那你自己应该有很多摆市集摆摊的经验吧？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摆市集啊？到底可以赚钱吗？而且还有摊位费大概是多少？我很好奇。对啊，现在的摊位费大部分就是8000到1500都有。8800是要卖什么金子吗？1500一天吗？一天哦。那它就是会包含桌子椅子，然后有时候会有伞，所以这都要看主办单位帮你准备的。如果你是全职去创作，然后想要赚钱的话，你绝对有很多要妥协的地方。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定位是，创业这件事是我会持续到老。我不会是我只是现在想创业一下。所以我把我自己的定位放在我不要将就很多事。就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手作人你一定要进入到商业模式，你才有办法赚钱。但我就是你看这个毛绒的东西要怎么量产，就是我会很坚持，就是那个商品的细节，要是真的是喜欢手做的人也会想买的东西。我不想要做一个很像淘宝货的质感的东西，但是卖得很便宜，那这样没有意义啊。所以我的东西是比较高单价的。那当然就是有些会赚，有些不会赚，就是看场次，可能这一场多赚一点，那你下一场如果少赚一点，就可能稍微补一下。那像所有的那个事情都是报就可以进去，有些会有筛选的过程。那有一些好像听说对，有一些会筛选，因为如果你同样性质的东西太多，它可能就不会让你每一摊都进去摆。对，因为我之前也有想要接触过就是摆摊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就是发现，第一没有车实在是太不方便了，因为你要把你有些地方它只给你一张桌子，所以你上面所有的摆设品，然后你的商品啊什么，你必须要全部自己运到那个地方去。那有一些市集啊，尤其现在非常流行在山里面，他们走一个森林风，然后自然风，然后他就会去山里面摆市集。
所以市集你说真的要不要赚钱，其实还是很看个人的。可能你跑的摊够不够多，那个摊办在哪里，那主题去的客人，其实你如果没有办法掌握的话，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市集可能是一个很辛苦的。就是去一个行销你的品牌的地方，去那边交朋友，找到一些说真的做手做白市集的人，真的很需要同温层的人，就是跟你一起就是加油，没错，因为你们的苦他们都知道。因为我之前有摆过2次，就是在竹北吧，然后因为2次都超级狂风暴雨，然后我的对，那个就是位置气候水到小腿，气候也会是一个问对，题。就是后来就真的所有的作品都湿掉。你有作品湿掉过吗？有曾经有一次在天哪，你的寿司如果湿掉，就是没有湿掉，但是因为你一定会准备很多雨备的东西，有一些如果刚好天气不好的盖布，你一定要上面盖一层，然后再围起。但是有时候盖着人家就不会想要看，对不对？我觉得只要天气不好，那一天就不好，因为人就是明显就少很多啦，那大家会晃过去，不会停留。那你是很会跟那个客人聊天的那一型吗？我整个伊人打开。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跟客人交流真的不用太紧张，你不用觉得，就是你不要预设立场。你如果一旦预设立场，就他会买或不会买，其实这段对话就会没办法成立。所以你就是以一个跟他分享你的作品，像朋友一样聊天。你的理念是什么？你想要呈现的感觉是什么？喜欢呢，他可能会想买，但他如果当下没有买，他可能至少先让他记住你。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销售绝对不是一次性的东西。对。好长远哦，真的。所以，但是除了摆市集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销售通路吗？我就是Pinkoi，就是设计馆。那之前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在虾皮上架？”就是较常被虾皮可能抽的没有那么多啊，你为什么不在这种平台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们手做的东西强调的是一种品牌感，要形塑的是品牌风格。我觉得在Pinkoi上面会更有这种感觉，聚集力，大家就是我想要找有设计感的东西的时候会去的一个平台，这样对，就是你的客群。如果你今天比如说卖一个品项是你会一直推，你每次做的东西都会不一样的，那可能很快就卖掉了。那你可能可以上虾皮，可能是适合你的。但我自己评估之后，我觉得我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真的比较适合Pinkoi这样。对，现在就是虾皮大家会比较像是一个找便宜的一个通路。我看到这个，我想要这个，那我去上面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或者是单纯就是在上面买材料。如果你说我今天要送朋友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设计感的东西，可能我们这样说可能不好意思啦，但是你可能不会去找虾皮这个平台来做购买。像我自己也是第一个就是会去找一些设计网站，那最大的现在目前感觉就是Pinkoi，那一想到就会是Pinkoi，所以你现在就只有上架在就是这一个平台，然后跟你自己经营的 IG。对，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销售量比较好？其实Pinkoi有下广告的话，曝光率还不错所以还是有收到单子，还是不错。对，而且我还想，因为我的这些品项，我觉得买市集我本来就是原本只有大吐司跟小寿司，就这样而已连大寿司都还没出来。但我自己在摆的过程发现说，第一次看到你的客人，如果你的单价一下太高，他可能就会不一定会马上买，他可能很喜欢你的东西，他想支持你，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对比较低价格上面的平衡，对，让他可以先入手。定价策略。那我很好奇，最低单价是哪一个商品？就是390，有一个别针对吗？这个是590，就是390、590这样子。这是用什么做的？那个别针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它上面有蔬菜跟 cheese 它做法其实是不合，就是那个叫什么蝶谷巴特，不是不一样，就是上面去把布绷在外面，要去包住纸材，所以它也硬硬的。然后我就结合刺绣啊，就是我就想要去玩说这种玩的心态，就是说布料可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就是说好，我今天是一个玩布的人，我要把它用到什么极致，这样是这种心态。对啊，而且它那个吐司的面包也是自己染色的诶，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就是买一个就是那个颜色的布，就是这个白吐司的这个颜色自己染的，它是自己染，所以你其实看到它本身它会有一点点稍微带一点点渐层色在上面，可能
听众可能看不到，但观众大家可以去他的 IG 上面，或者是Pinkoi找他的卖场哦。私讯我们都可以。对啊，私讯我们也可以，大家都跟大家介绍。当初在做这个包，因为原本是寿司系列先出，然后就觉得好，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就决定做吐司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说太日式，来做一个台式的东西。那吐司就是很台嘛。不会啊，这个很日式早餐店。对。然后我就当初就是为了这个吐司包，我犹豫很久，因为我就是没有找到我想要的材料。因为有时候创作者会有一个坚持，你今天没有收集到你想要的材料，你是不想做的。对，你就会有一种天哪，怎么会找不到？就像我以前我们都没在做。离题一下，我以前做烘焙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找不到我想要的纸盒？我会在那边找老半天，然后找不到的时候，你就会真的不想要做这个产品。就是我还没想清楚，对，我还没有想到它可以怎么样。因为我妈妈有做拼布，她自己有在玩一些拼布，然后她就有用那个乡村娃娃，就是用红茶染这个布。对啊，她跟我说她是用红茶染的。你这个布怎么弄的？为什么怎么会是这个颜色这么漂亮？这样，然后我就发现了，因为那个娃娃的脸是要染的，因为没有那种颜色。大家可以有兴趣给自己上小红茶染布，就是染完就会有一种。我们可不可以在 YouTube 做个红茶染布教学？大家可以自己上去找啦，好吧？来上 Niki 老师的拼布课啦。对 ，Niki 老师会教大家如何就是红茶染布。你有没有就是从客人那边得到的什么灵感？就是可能有客人 order 什么，然后你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做更多的变化？很多啊，就是他们会想要许愿大的小的什么型的尺寸。像我有个手机袋，就是奶油小方，就是扁扁的，就有客人说，这个太大，这个太小，可不可以有个手机的？所以就是这个品项就诞生了。我觉得摆市集很大的一个经验就是你直接面对客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喜不喜欢，或是他们其实有想要什么样的。真的，那刚刚有讲到，就是你觉得摆市集很重要，就是可能可以跟客人交流。听说摆市集摆到日本去了耶！哇塞，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经验呢？你一开始是怎么样得到这个？你要说得到怎么样会有这个机会说摆市集到日本去啊？我觉得如果讲真的，就是其实我在台湾摆到心很累。就是你每次摆都会去复盘说你今天卖的好不好，那到底原因是因为什么？所以你到底是单价太高，还是这东西不够吸引人，还是市集的点不同？那我各个点我都有去试，室内市集啦，或是那种百货公司外的或是那种松烟那种很大场的或者是那种像Pinkoi他们会办在松烟仓库里面那种收费的那种大的展览。那我就觉得这样摆，就是觉得好像都差不多。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来摆一个大的，来搞一个大的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台湾会有很多市集的主办方，他们会有这种去海外的机会，那你就可以去报名，那他们就会筛选之后带团出去摆的感觉。那因为我的东西刚好是很日式的寿司的。那我就想说，我要去试试看。所以你也是经过一个海选，对，小海选，对。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很急着报，我想说，这东西出来了，不然我就报看好了。然后就上了，就是今年5月的时候就去这样。但是它是一次要摆很多天吗？它是2天，那个是一个在东京台场举办的一个市集，它那个市集叫艺术祭典，它是2年一次的一个超大的展览。那会所有的品牌，日本当然最多嘛，他们在地的。那我们台湾过去的会有韩国啊、香港啊，还有我们台湾，所以还是日本占大多数。对，占大多数。但是你去摆，你不会担心语言的问题吗？还是你觉得？还是你用小牌子就是讲对呀，手持翻译机？我觉得不知道，可能就没在怕。我觉得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因为我也没有出国过。然后想说，反正不行就，你第一次出国就去摆摊，对。哇，好强哦！我一直被说我太疯了。所以你就一个人去，也没有你找你妈或谁陪你？我有找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但是朋友是会说日文的吗？不会，所以你们就是2个这样子的，陪你在那个摊位就对了。没错，就英文也不行，日文也不行，这样子。好酷哦！但是其实我在当地有一个朋友在那里读书，还是有请他来帮我当翻译。
那蛮好的。所以还是有一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跟那边客人交流啊，还是需要有一点小小的，就是沟通会比较更那个日文怎么讲，摩利亚嘎的，对，就是感会更有那个氛围，就是而且日本人就是当他发现你可以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兴奋，而且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会可能就会下单。但我觉得自己在准备上还是要学一些可以讲的，可以开启简单的，对，开启一个对话的。然后虽然他回答可能会听不懂，但就不管，就讲自己要就微笑嘛，然后你就自己一直讲啊。因为有些客人是他不会一直讲，他就跟你讲，这样也是 OK。而且我有听说他把价钱都标得很清楚，不用问。我自己在摆摊的这个很重要，也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在逛，我也是有时候不好意思问，那我觉得我就直接摆出来。像我刚才要问他这个时候有一点不好，因为他这上面没有写。那你在日本摆摊2天是摊位费多少钱？大概2万多块，2万多日币还是台币？台币。那最后有吓到我以为是日币耶，台币。那最后有回本吗？摊位费有赚回来，但成本这些就是放水流。哇塞！但是我觉得如果摊位费有赚回来，就当做去玩，真的。对啊，对，所以你在那边就是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验谈，或是遇到什么有趣的客人啊？就是他们就是一开始我就说こんにちは这样，然后我就会直接说台湾から来ました，就是我是台湾来的。有啦，小插播一下，优衣有稍微学一下日文，对，我现在有在学日文。对。然后他们就会そうですね，就是会很开心，因为听到你台湾人，可能本来不会认真，就是觉得他可能就以为是日本人这样，他们就会兴致很高昂这样。对，然后所以他们反而对海外来的摊位兴致比较高昂，还是因为有开启了沟通的有跟他们讲话这样，就有一些他可能本来是也有在摆摊的人，然后他们想跟你交流。然后就问我们说，如果来台湾要去哪里摆摊？我们就 Google 给他看华山啊、松烟啊，然后就是用那个日文的翻译，就没办法沟通，但就只用翻译这样子。你说 Google 翻译吗？对。然后就这样一来一往啊，就要留 IG 啊，说好知道，下次台湾见这样子。哇！然后我中间因为我第2天就有朋友来帮我翻译嘛，我就跑去逛了，跑去逛街，超大到我就是走都要脚软，然后我就有看到一个品牌是他做口巾包，然后它上面也是缝寿司，但是它全部用亮片啊、不织布啊、线啊，就缝得很精美。到时候照片可以放在秀在这里这样。然后我就开我的账号给他看，我就说我也是做寿司的这样。然后就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咿呀，比手画脚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的摊位在几号，我就翻给他看，然后他就说他等一下来看我，然后我们台湾人会觉得这是客套嘛，那来看你不一定会来看嘛，结果他下午就真的有来，而且他还买了一个炸虾的别针啊，真的，然后马上就别在他身上炸虾别针长什么样子？就是炸虾的样子，就是对毛毛的炸虾，然后好可爱很可爱。你把你去 Pickle 上面下单好了，帮他做一下业绩，上链接，是就是很有趣啊，真的很有趣耶。还有一个很感受很大，是他们日本人真的是他们整个展场的动线都规划非常好，因为那种大展览一定人爆多嘛，对，那他们手扶梯，它就是光上手扶梯这个部分。他就整个拉一个水线，就你要上手扶梯的人要排队，非常好。而且他们本来就排队，他们就是会非常习惯，对，听话，所以他不会因为这样然后走切一些小路什么的。对，或者是有人不是会，有些人会把那个红龙，那个叫红龙，还把它掀起来，有没有？然后就是要抄近路，但是不会，他们就是乖乖的照着那个 S 型走这样。所以你们自己可以不用买门票。对啊，摊位费已经这样，你还要再买门票，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门票其实没有很贵，好像100多。对，他门票是不会，但是摊位费是真的。不过还好，他有2天，只有2天。如果他叫你报个5天，你就这种大展览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但是而且他2年才一次，很盛大，就是各种你会看到各种材质的创作。你就是我觉得那个差异化拉得非常大，大家的材质都不一样。但是我有看到还蛮多不织布，
日本人还蛮爱又不知可能是这最近比较流行吧，是吗？可能就是不需要考课吧。没有，因为我之前收编之前不需要在收编就是我也很爱看日本的手作展。我看到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它全部用不锈钢去焊成小的，例如说厨房或者是房间或者小东西，它做成很小，大概2-3公分。我就是看到简直是就嘴巴张开，但是最后我是没有买，因为不知道放哪里。而且他们就是摆摊，我觉得我自己啦，就自从摆摊之后会比较爱打扮，是真的。因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笑？所以我们讨论到今天的重点。你说0到100哦？对，我平常就是我一个开关，平常上班就是整个大素颜，然后 T 恤牛仔裤就是这样，我就觉得最轻松就好。但我摆摊，我就是真的会把自己一个开关打开，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今天就是一个热爱手作的人，你身上就要有各种的东西。就像我就是会放个别针啊，戴帽子啊。你到日本摆摊，你发现真的，他们每一个人超会穿衣服，都穿得很缤纷，而且他们真的是很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对，然后展场还会有那种穿女装的大叔走过去，对啊，粉红色的，超级然后裙子浮夸超级短，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是大家都不会用就是怪异的眼光。我觉得大家都很做自己。对，大家就是很接受。我觉得反而是因为他们是自己是创作的人，所以他反而会觉得那是大家的个性。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的人，他会觉得你这个样子就是你的个人的色彩，你本来的个性，所以他们反而会非常的自在。这也是有一部分，我觉得为什么我们需要同温层的创作人，他们才可以互相理解。为什么优衣说他平常穿就是 T 恤牛仔裤？因为他如果穿他摆摊的样子出门，他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自在，会不会？明明就很适合在我们店。对啊，我可能会我觉得太盛装了，就是大家都是不习惯，对大家都很盛装，好吗？没有，因为我是就是永远只要从我家门口出来就是那个样子，我就是没有办法素颜啊。但是我到垃圾的时候还是素颜呢。到垃圾我不行我还是会化妆。真的假的？那你是日本人？我真的没办法，还是因为怕大家认不出我，也是有可能。偶包啦，偶包。而且我昨天有听 Yui 跟我讲说，就是有一个人大扫他的货。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那个展区有特别严禁直播带货这件事，现在都会规定，因为他很多说就是大陆那边的人，他们会就开手机直播，然后就直接直播你的东西，然后扫货这样子。他的意思说多少钱吗？然后就直接买要模仿嘛，就好，这个就是一个吐司包，然后呢，他会说多少钱吗？好笑，他那时候只是他偷偷直播，因为我们展场都有那个黑衣人保镖，如果你直播被抓到，他会直接把你请出去。不管你已经结账，那他讲话这么大声，但他很小声但他们就是手机偷拍。他有没有带麦克风？搞不好有。没有，他们没有，不敢那么明显。他就手机这样拿一拿，那这就是一个吐司包，这个大的就是一个 Plus。我在看 iPad 的这个开箱，他还用 Plus 这个字眼，对，他是在那里介绍，然后但不是他买啦，后来就是据说我不在摊位，就是我的就是小帮手们讲的，他就说就有一个人来，然后他就很小声说我是中国人，他说我要这个，就很像那个买精品，这个不要，其他都要这样，他就是直接扫货，所以他可能是同一组人。然后我觉得不一样，因为很多真的很多，然后他们就是还是会偷偷这样子扫货，他们不允许扫货的行为，他们觉得这样很不尊重创作者。但是他们对，但是我们小创作者的心，他会觉得说好开心，有卖出去也好啊，有卖掉就好，这样子。毕竟摊位费要2万块嘛。对呀，对啊。对，然后我们连包货的时候都很小心，你不可以整个包成一大袋，很明目张胆，就是知道他是来扫货的。对，我们就是要真的不可以让他觉得你买很多，就是要很小心，连买多都不行。对，因为很明显就是扫货啊。对，我们那一区还没那么严，就是我是在西馆，南馆更严，就是那个黑人就在旁边，很明显这样，他就是看到他就会把你抓走，把你抓走，真的，他就把你请出去，你就不能再进来。我听到还有人就是已经结完账了，他东西还没拿，所以他被请出去嘛，就只好请朋友进来帮他把东西拿走，
这样。哇，那他们是不是其实是一个集团呢？就是还是他有人里其实买回应外合，还是他这样其实只是买回来想要用而已，他那么喜欢他。可能也不需要20个啦。他们一定是有要拿去哪里转售卖，就是可能代购啊，或是什么样的。但他们还蛮有眼光的啊，看到那么可爱的买了，对呀、呀，对，听说那个包货把你的摊位费赚回来了。就是该不会上面全空，然后只剩一个包吧？没有，当然底下有很多一直拿出来。还要吗？还要吗？这还有哦，这还有。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 UE 的吐司包，很想跟他买，但是还就是想说等到下播以后，等一下我们再来就是秘密的来购对物。秘密进行，我不会跟他扫货。好了，那最后啊，就是想要请 UE 给，就是我相信手作人呢、就是很多人做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发现自己很热爱这个东西，你就会开始想要成立自己的品牌，想要有自己的创作，让更多人看到。那你有没有什么以一个已经成立2年的一个小前辈啊，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的建议？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遇到，就是当然前期准备什么那些，我觉得不用讲太多，因为每个人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中间你会遇到很多挫折，是可能你会怀疑自己，就说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人会喜欢，有没有人会买？那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跟你觉得这东西就是你很认真创作出来的，你要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有时候并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大环境，什么演算法啊、经营社群啊，有时候只是你没有被看到。那当你持续做，你有一天被看到了，就是有可能会发光。但中间你就是要经历过这个很挫折的时期。我觉得要用最小限度的方式去测试，然后经过很多不断小的测试之后，一直去调整自己的方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卖不好啊就卖不好，你要去调整你的做法，不能想说啊，反正只是他不喜欢，我喜欢就好，还是有需要，做一些，还是要进入社会的一个环节啊。就是你心里要很坚持，你现在走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当然你在做品项的时候，像我就是做大包做小包，你会发现，真的还是要有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的，你就必须妥协，还是要去调整一下这个部分。但我觉得。创作人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会焦虑。那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一直想，你就是开始做，你做了，过程会教你，是真的。边学边做，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只要重复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擅长的事情，连续7年，大概在7年的时候就会成功了。我是跟你说真的，就是很多成功人士讲过的话。就是一定要到7年哦，加油！7年哦，对，差不多7年。7年，那你还有5年需要做努力。对，所以等到大概在5年后 ，UE 就会变得更成熟、更厉害了。对，到时候那等到7年的时候，如果还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一个7年的一个访问。我们就直接直播，就开在日本的现场。对耶，不行啊，我们不能直播，他会以为我们在带货。3个人直接被请出去，这样。对 ，OK， 好，那今天就是非常谢谢 UE 来到我们职人谈心事，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就是个人品牌，然后还有一些摆摊的小秘辛，算秘辛吗？还有一些，对啊。那大家如果有就是喜欢 UE 的作品呢，都可以到他的 IG 去关注哦。对，然后他当天的照片也会 key 在这个旁边，对，我们等一下会帮他拍一个封面哦，等一下会帮他拍一个封面照，就是背着他自己的包包这样子。对，应该可以，他今天应该是 OK。对，因为他今天全妆，他今天是100啊。你背一边这个，然后一边那个，这样写的，我觉得交叉在中间，很可爱啊。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